台积电被美国议员告侵权，哦，哇，美国的议员哈，这个几个议员有参议员有众议员致函要求严格执法，所以呢，最终的话，台积电有相关被告的晶片可能会被禁止进口哈。那到底这个，而且包括执政党哦，共和党议员哦，所以要严格执法。说现在有2种讲法，一种说你真的禁了它，对美国的晶片会有影响。Arizona 那边立刻影响台积电啊，也有一种讲法说不应该因为台积电很伟大，所以呢就有特殊的待遇哦，所以2个在吵哦，现在两边到底会怎样哦？那他亲了什么呢？亲的是他们号称亲的是2021年这个他们向联电买的专利，就是美国的厂商哦，这个向联电买的专利，说呢台积电侵权啊。那台积电说，我们所有的营运都遵守当地的法律，没有侵权。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就要考虑的就是说，美国对台积电是依赖的，对晶片依赖的，会不会影响它处理争议的方式啊？那另外呢，这个台积电今天呢卷入专利的风暴，不过台积电最后是收平盘了，不涨不跌啊，涨零跌零，今天收平盘哦，因为今天股市呢。这个震荡非常震荡，哇，上下震荡将近1000点啊！虽然收盘的时候几乎也是平了，但是台积电基本也是收平盘。哦，来，宏伟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棘手啊，就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很多的高科技厂商在美国，被告侵权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啊。台积电应该不是第一次了。那过去呢，包含这个联电也有被告过，宏达电也有被告过，那更不要说其他电厂有的用其他的方式去被告。那这次因为台积电现在太受瞩目，你可以看到现在会成为一个好像是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升高成美国的政治问题。美国现在在国会议员里面反而有2派啊，有一派好像大部分都属于共和党的，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台积电它很厉害哈，或者它的这个关键技术关键角色，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特权哈，一定要严办哈，而且它也直接写到这个美国国际贸易署要它严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尤其是在 Arizona 为主的这些国会议员就说，这个台积电如果要办台积电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要非常小心。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有2派的意见，它变成一种政治意见。那后来呢，我看一看这个台湾的一些网络的意见，就会说要办台积电，那好啊，不要卖给美国，那不要卖嘛，你有本事不要买嘛哈。但是无论如何呢，因为这件事情，第一个我看到经济部也说话，但经济部说了一些废话，我也不知道他能够对厂商有些什么协助。我刚才说过去就是说台湾很多的厂商，尤其科技厂商，在美国都被告。被告之后有很多是怎么样呢？就是去赔天价，然后就是干脆就了事。因为你在美国被告，事实上是就是这个诉讼是不容易的。那所以我不晓得这次台积电它会怎么样善了，因为显然美国有一些国会议员事实上是盯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提供一些协助，因为像之前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友达。也是，你知道美国其实有很多那种所谓的那种专利蟑螂，他根本就是专门就跟你告来告去，友达赢了。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很了解这其中，因为它这个来自于的这个专利是过去联电卖给他的，然后他再用这个事情说哇你有侵权它是高阶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台积电一个真的 support， 不要因为现在台积电在美国这个树大招风，结果呢被人家视作肥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否则的话台积电如果因为一些反而变成一些政治性的因素，我刚才讲过去我们的厂商也有被人家当成肥肉被宰，然后最后就是摸摸鼻子就是赔钱了事。我希望台积电最后不会沦为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这很奇怪啊！如果是联电卖给美国公司，那联电在台湾为什么不告台积电呢？就是台积电，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台积电是母公司嘛，母公司今天外销到 Arizona 或是东西到那边去，他说你这个产品侵权了，侵了谁的权利？因为联电卖给他了，那你联电在台湾不告呢？
跑到美国去告呢，这很奇怪吗？当然，美国诉讼比台湾贵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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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来，我查了一些资料，他可能因为就是那个专利是比较是符合美国的专利法，不是在台湾，对，不是在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后来去看了一下，它是一个爱尔兰的公司，有2家爱尔兰公司。然后的话呢，刚才洪文讲那个重点啊，他们说其实爱尔兰因为呢，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叫做 Longitude Licensing 跟 Marlin Semiconductor。那因为爱尔兰的税非常低，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公司去那边开设。然后呢，那个专利公司的话呢，就很多的话，我不敢说这2家是一定是，但他们的行为被高度怀疑是从事所谓的专利蟑螂，所以他们其实到处去购买一些专利权。尤其这个专利权，如果有很多的大的科技厂商，越大越好，他们可能用了这些专利，他们就去买它。买了以后呢，就去市场上面去开始搜寻哪一个大公司可能用了这个专利，哪一个公司可能用了这个专利，那我就去告他。所以呢，这2家公司的话呢，在去年已经成功的告了三星。那三星的话呢，已经付了巨额的赔款。然后的话呢，我还特别上网去查说到底付了多少钱，秘密没有说，就他付了一个高额的天价的和解金。那所以呢，对于这2家公司来说，他们当然就是觉得哇，这个很赚。这个当中的话呢，好像里面总共买了480项这个相关的专利权，所以他们就开始继续的去用雷达搜寻，到底呢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用了他们从联电买来这些相关的专利。一看，太好了，台积电。他们就发现原来台积电用了一些，还有其他，对，还有其他。然后没有，他们讲对啊，最要台积电，因为他们发现台积电，他们直接点名了，台积电把这个含有联电专利的产品卖给了博通、苹果、高通。所以呢，就是变成说，因为你卖给了这些厂商，那这些厂商都是你的大客户所以对于台积电来说，他们就是认为说，因此我跟你进行诉讼，你一定为了担心你的这些产品不能够卖给这些大的客户，因此你要跟我来进行讨论，你可能就要付我赔偿金，就要让我专利授权等等等。所以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应该也知道这2家公司的来历跟可能它的目的，跟去年发生在三星身上的事情。就他的说法就是说呢，它符合相关在地的一些规定。他是这样说法了那但这个符合这个规定是不是如同他说的？因为如果说依照这一家公司所讲的，台积电用的这个相关的专利权是属于5奈米以上，但是就没有到最尖端的了目前其实台积电在在美国其实最受欢迎，而且最有这个竞争力，实际上是最尖端的。但是这个部分呢，在5奈米到12奈米左右吧，很多的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高通啊、博通啊，这个苹果都买它的产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看起来是一个有点疑似是一个专利蟑螂去寻找商机的过程。那确实台积电就被盯上了。那是不是如同台积电自己所说的，真的是不怕这个就是不怕任何的检验？不知道，希望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这个接下来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台积电真的是个大肥羊。不止可能未来不见得会只有那么一次。现在已经打到这个法院去了初步的裁定这个月会公布，初步。那他这个委员会呢是10月做出最后的决定，现在只是初步初步以后可能还要再经过，看起来经过4个月以后才会有最后的裁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要实施新青安2.0财政部长说会提高婚育宅的贷款额度，就有结婚啦，有生小孩啦那额度会提高一点否则不够那另外呢，8月1号上路讲完就跟中央讲说，你要考虑房价的差异台北市房子比较贵所以你贷款额度要高一点的，否则台北市就算郊区也很贵那个房子其实不止我们昨天也提说，台北市的公务员薪水应该高一点那个双北都应该，那个生活水准是不一样的。现在台北市缺8000个公务员我本来也是全国，光台北市少8000个。昨天这个新北议员说，新北也缺很多大家拿一样的薪水，我干嘛在台北新北呢？我到中南部算了，对不对？又轻松，又没有这么啰嗦，也没有什么议会立委在这边每天盯着，真的到中南部，对不对？那么大家府会一家多舒服待遇一样所以蒋万就说希望能够这个房价差异要考虑一下嘛原来是1.0，现在是2.0那不同在什么地方一方面呢，反正就是房价是台北市3500万是上限了3500万在台北市也买不了什么了不起的房子。好，我们看大方向是不变的，现在增加一个80
什么意思呢？就是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能超过80了。哦，如果你50岁，哦，你去贷款的话呢，就是那个期限不能超过30年，40岁不能超过40年，哦，大概20岁大概也不太会去了哈，所以呢加起来不能超过。上次是只要成年就可以，没有年龄上限。哦，现在看起来没有上限，但是呢，你年龄越大，你贷款越少。哦，那年收入要200万上限。哦，而且不能买豪宅，以前1.0也没有上限。哦，然后呢，台北市可能每个地方都会定房价的上限，台北市可能是3500万啊。然后呢，但是一般的贷款额度还是1000万为主，最高婚育宅可以贷到1500万，就是说你在台北市你要买，对不对？你最多只能买一个3500的房子，但是我贷款给你只贷1000万，换句话你要自备2500万了，你这多困难啊！对吧？一般以前买房子就说自备款10%、20%，3500万自备款350万或是700万，现在都贷款。现在不是啊，贷款最多就是1000万，你结婚了有孩子了，最多给你贷到1500万，所以你怎么去买到3500万很难嘛？所以你其他爸爸妈妈其他方式，朋友啊借钱啊等等。那另外呢，5年宽限期不变，所以呢，专家就说这是鼓励炒房嘛，还是鼓励炒房哈。那另外呢，打房。因为昨天杨金龙中央银行总裁说就到这里了，哇！昨天10档营建股逆势涨停啊，昨天其他股票都不好，为什么？这到这里并不表示现在会放宽了，至少不会再加严了。哦，就发觉可以了，打到现在已经可以了啊。因为这个营建啊什么其实也蛮惨的哈，听说很多营建商老板呢不是靠卖房子赚钱，靠买股票赚钱的哈。好，就到这里啊，在这就是这里了啊。那另外呢，所以呢，股民说你是不是要炒作营建股啊？哦，那这杨洋说不等于放宽，并没有放宽，只是没有再继续加严啦。所以呢，一句话，到此为止，就到这里，点燃了想象啊。所以呢，到底房市会不会全面松绑？说还太早，还不一定。我们看一下。要买房的年轻族群最在意的是即将在7月底落日的新青安贷款能否延续。央行总裁杨金龙10号在立法院预计信用管制就到这里，让营建股纷纷涨停。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言下之意就是央行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或许也是因为新青安2.0即将在8月接续上路，与原本的新青安对比，2.0据其前3年将维持1.775%的利率，第4年起逐年减半码，并延续原本最高可核贷80%、1000万的额度，并且增设排付条款，贷款者年收入要在200万以下。至于婚育宅贷款额度，更渴望来到1500万元。我们推出幸福住宅之后，后来中央也跟进，愿意推出婚育宅。那我们很愿意分享我们推动的经验，跟中央一起交流，把这个政策做得更好。那2方面，我们也希望中央在额度设定上可以考量各县市房价的差异，才能够真正照顾到市民朋友的权益。呼吁中央应该再考虑，因为像是台北市就设有贷款房价上限最高3500万元。此外，新青安2.0还渴望增设年龄限制，贷款人需在50岁以下，似乎意在借由缩小可申请族群，降低错置补贴的可能性。2023年8月1号，在2024总统大选前半年的时候推出了新青安，当时的政策目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让首购的年轻朋友能够买到人生中第一个房子。政策有没有错？其实这个方向是没有错，但是当时为了说要赶快推出来，并且让人民有感，甚至很多人讲是说是不是有政策买票的嫌疑，也因此造成他那时候的条件放得非常的宽，而真正选举完了之后，2024年的上半年度，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4上半年度房价其实飙升的非常大，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而很多人就有办法，或者说这个可以有这个取巧的，就利用新青安的漏洞，也因此才会说不得不赶快央行祭出所谓的信用管制，并且让整个房市因为过热的状况来降温。那没有错啊，刚刚赵先生您提到啊，就是说其实就我们自己观察以及选区里面很多的这个房价，它现在其实房价没有在做一个交易，交易量完全萎缩。但今年很多的营建商或者说很多的这一些建筑业的朋友，他其实都转到股市去了，他根本就没有在推动房市。那现在昨天央行总裁的这一席话，我不认为是说他就是说要在
完全放宽，但至少他已经看到说整个房市的状况是有抑制住。可是马上接踵下来的，如果说最快到2026年8月1号又在要上路的新青安2.0，我们还是想问2件事情：能不能让原本过热的一个房市，或者说房价已经高涨的房市，真的能够有降温的一个趋势，或者说真的至少价钱合理到能够让年轻人首购族能够买到他自己想要的房子，我觉得这才重要嘛。那还有，就像刚刚蒋万安市长他也提到，就说其实年轻朋友的需求有很多的样态。如果说中央政府真的要跳出来做所谓的给大家有合理的住宅的一个政策的话，那你应该要考虑到更多面向，包括说新手爸爸妈妈，包括说已经生小朋友第1胎、第2胎，所以才。台南市我们谢龙介市长候选人他就提到，如果说你真的是生3胎的小朋友的话，我社会住宅给你住永久，或者说我社会住宅给你住一个一定年限，还是说我有多一点的一个补贴，让你能够买得起房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政策上来说，支持鼓励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居住的公平正义，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方向。但另外一个部分，政策工具、利益以及实际的作为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就持续来看。夏龙，这个问题比较年轻啊，我想就是说，待会儿呢让其他几位来宾发挥。但是我对我们刚刚在讨论有关于日本和菲律宾的在台湾东侧海域划界的问题，我实在心有所感。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台湾民进党从过去在从政之路上面选举的过程当中，尤其谢长廷在选总统跟彭明敏选正副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口号大家记不记得？他的 logo 是一只呢大金鱼，那个呢竞选歌曲是台湾市民拢一嗨。台湾是个岛，36000平方公里，我们的海岸线呢1200公里，长度是够的，但是台湾四面的海现在都不是台湾的。台湾呢北边的钓鱼台的海域呢，在陈水扁的时候丢了，所以今天的钓鱼台、钓鱼岛周围的所有的事情呢，不管呢在那边吵来吵去的，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是台湾的宜兰县的头城镇的管辖。但是今天呢，会去纠缠钓鱼岛的只剩下呢中日两国，台湾呢竟然就没有关系了。北边的海是陈水扁丢的，台湾海峡是谁丢的？是蔡英文丢的。现在赖清德把东侧海域丢了，不要低估这件事情。我知道大家呢要谈国际法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谈得稀里糊涂的。这很明显的，台湾呢，如果从台湾的主体性的角度来讲，台湾的国际法的法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不管是呢海洋法里面的第56条、第74条、第74之3条，这些的条文里面都是告诉你，就是说，当这东侧的海域里面呢，台湾呢是里面拥有所谓的经济海域权益的主体。虽然大家都可以宣称说呢，我有岛屿呢跟你有重叠，可是里面最大块的是台湾的，台湾的所有的经济海域最完整的就在这一块。而你北边的那个呢，2008年联合号事件，日本搞你，是马英九刚上台的时候，马上呢跟日本呢纠缠，是因为联合号日本根本就不甩你台湾的渔民的捕鱼的权利。2013年发生广大兴号，菲律宾呢是拿机枪扫射你的渔船，马英九发火了之后，虽然马英九现在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马英九那个时候呢大军压境了，压过了巴丹岛，菲律宾的所有的船呢全部退回去。在那个时刻，是台湾真正的有人呢为自己的海域的海权主张的时刻。可是你看看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当在台湾门口谈划界，在我家门口切蛋糕划地盘的时候，刚刚的言员提的呢，有一点我不敢苟同。今天如果是台湾跟日本在谈的时候，菲律宾会不会出来讲说我乐观其成？台湾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日本跟菲律宾谈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主张权益，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呢是有最核心主张的，你们的所有的表达意见对我没有任何的拘束力，而且我反对你们呢完全跳过我呢两个国家呢私相授受谈。如果你这样讲呢就没有问题。海洋有多么重要？你看到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国土的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38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排起来，日本的陆地面积不算大国，它在全世界排名第61名。
可是你知道日本为什么一天到晚在海上画这个岛那个岛在慢慢搞？日本的海洋面积是全世界第6名，比中国都还大很多啊。这些的国家呢，非常在乎海洋，非常在乎海洋资源，但是呢，台湾呢，在这件事情当中来讲，毫无权益概念。民进党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讲话，第一个，你没有台湾的立场，你只有台独的立场。我的根本的结论就是说，我看到呢大陆的海警跟他的这些呢海洋的巡护船队呢，到了东侧海域执法的时候，我觉得做得太好了，我高度的支持，这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起码该有的民族立场，这个是你的民族的法益。今天呢，作为台湾，作为不管你是呢台独，不管是赖清德，不管你是谁，当你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法益的时候，那就必须要从民族的立场来。这个立场呢，是你自己放弃的。台湾呢，东侧海域从此刻开始就跟陈水扁呢丢掉钓鱼台，蔡英文丢掉台湾海峡一样，丢掉台湾海峡呢，当你邀裴洛西来的时候，台湾海峡就不见了。今天呢，当你为了这件事情你没有感觉，还乐观其成的时候，你东侧海域就不再是你的。徐校长好了。